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这期视频呢，分享一下如何制作这种复杂龙鳞的效果。这次呢，不使用 NanoMesh， 而是换另外一种方法来制作。首先呢，这里需要准备一个雕刻好的鳞片模型，这是一个没有细分的 Dynamesh 的模型雕刻而来的。然后使用遮罩笔刷将后面的部分呢给它圈出来。接着在右边找到遮罩区域，先点击分析区域，在区域上画上一笔，然后点击填充区域，把背面呢给遮罩上。Ctrl W 把背面变成一个新的组， Ctrl Shift 点击前面的部分隐藏背面，最后使用删除隐藏呢删掉背面，得到这样一个模型。接下来呢，切换到 Gizmo 工具 Ctrl 拖拽复制一个模型出来，然后通过移动、缩放、旋转对它进行调整，将它放在紧挨着上一个鳞片的位置上，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排列的关系。接着以同样的方法再复制一个鳞片，还是一样的调整思路，形成这样一个排列的关系。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复制两个模型出来，尽量形成这样一个交错堆叠在一起的形式。当然你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排列，但是呢，整个的方法和思路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去掉遮罩，得到这样一个鳞片的组合，最后镜像并焊接，得到一个完整的模型。接着呢，使用封闭孔洞把模型的背面给封上，这样的好处呢是背面就会自动变成一个新的组，方便遮罩。那有了遮罩，我们就可以通过 Gizmo 工具将背面给它拉伸出来，形成一个比较厚的模型，可以避免鳞片之间的缝隙。然后去掉遮罩，调整一下分辨率，重新 Dynamesh 一下，还是要保证模型的细节不要丢失。接着 Ctrl Shift 这里呢选择 Knife Curve 笔刷，可以适当的呢将厚度切掉一部分，得到一个更规整的形状。切完以后记得要镜像并焊接，把形状对称过去。接着呢，将它倾斜一定的角度，这样呢鳞片堆叠的时候会避免穿模。下一步就是找到剪面大师，这里直接点击 20K 对模型进行剪面。如果面数太多的话，做成笔刷以后呢会非常的卡。然后键盘 B 键点击创建 Insert Mesh， 将模型变成笔刷。那笔触这里呢打开曲线模式，曲线步进的数值给个 0.5。现在呢它就变成了曲线笔刷，但是模型之间呢还是断开的，显然并不是想要的效果。左侧这里将笔刷菜单拖过来，打开修改器这个选项，勾选拉伸，然后将重叠的数值调到最大，再点击一下刷新笔刷效果，那么现在的效果呢就好多了。当然这个只是我这里的数值，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相应的数值，这样呢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龙鳞曲线笔刷。通过调整镶嵌的数值呢，可以调整龙鳞和底下平面的镶嵌关系，这个数值在笔刷菜单的深度下面可以找到。然后来看一下如何将这个笔刷应用在具体的模型上。先使用 Z Modeler 笔刷，将要放置龙鳞的位置旁边的两条边变成不同的组， Ctrl Shift 点击两组相交的点，单独显示这个部分。接着笔数这里曲线函数，勾选多边形组，执行操作，得到一条曲线。切换到刚才做好的龙鳞笔刷，在曲线上点击就可以了。通过调整笔刷尺寸呢，点击曲线来更新模型的大小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底下的模型是上面粗，底下细，而龙鳞笔刷的粗细呢却是一样的，这就导致尾部的鳞片和身体模型呢匹配不上。接下来在笔触这里打开曲线修改器，勾选大小，打开曲线衰减，通过调整末端点的位置，可以调整末端模型的大小。再次点击更新以后，龙鳞的模型呢也就变成了上面粗底下细了。这里没有固定的数值，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合适的大小变化。
点击这里的 FH 就可以翻转大小的方向，也是比较常用的操作。接着就可以将它分离出来变成单独的子工具了。然后呢，还可以通过移动笔刷对某些部分做局部的调整，这里呢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了。整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